Hello， 大家好，我是 Sophie， 欢迎回来。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如何卖掉自己的闲置。那我上一个视频卖掉的包包大吐槽里边，很多朋友就问怎么卖掉自己的闲置。那我知道大部分女人家里都有一堆闲置，那如何让这些闲置生钱，真是一个比较头疼的问题。那我前一段时间呢，卖掉了自己不少闲置，然后用卖掉的钱给自己买了一个 Chanel 的 Boy Bag 和 Chanel 的胸针，然后还有的剩，所以算是收益不错吧。那下面给大家讲一讲我都在哪些地方卖闲置和怎样卖闲置吧。那我个人的闲置物品一般会在2个渠道卖。第一个呢，就是 online 在线市场，比如说像 eBay、Tradecy 等等网站。那第二个呢，就是实体的二手奢侈品寄卖店铺。那我会把自己知道的在线市场和二手奢侈品寄卖店铺的信息放到视频下方的信息栏，方便大家查看。那至于我在哪个渠道卖什么东西呢？其实是由我卖的东西的品牌和价值决定的。一般来说，大牌的不是经典款的，而且价值比较高，比如说超过$500的东西，我会放到二手奢侈品寄卖店铺。因为这些东西虽然是大牌，但不是经典款。那在线市场，比如说在 eBay 上面，搜索量非常小，那成交的几率也比较小。但是呢，如果你放在实体的寄卖店铺里边，因为店铺提供了这种试用试穿的空间，所以成交的可能性会大大的升高。那还有一种物品我会放到实体店寄卖，那就是包装不完整或者产品本身有破损的东西。比如说我前段时间卖掉了一个类似的爱马仕的小项坠，那这个小项坠呢，本来是有一个配套的项圈的，但是我那个项圈已经氧化生锈了，所以我就把那个项圈扔了。那如果我把这个单独的项坠放到 eBay 上卖吧，那成交率一般来说比较低，而且售价比较低，因为已经不是完整的东西了。那我就把它放到了实体寄卖店。那家店里呢，本来就有一个爱马仕的项圈，那当时卖那个项圈的人呢，他是少项坠，所以我的这个项坠跟他的那个项圈就配成了一套，成套出售，然后售价也比较高，而且很快就卖出去了。那我也听说有的人把掉了钻的香奈儿耳环放到寄卖店铺，一样能卖出去。所以如果你的物品残缺有瑕疵的话，那我觉得放在寄卖店里比在 eBay 上卖要好得多。那我在线市场，比如说 eBay 上卖的东西一般有2类。第一类呢，就是价值比较低，比如说低于$500，不是什么大牌的东西，比如说像 Coach、Kate Spade、Michael Kors、Mansugavia 的东西。那这些东西呢，一般的大牌寄卖店铺它是不收的，即使卖的话，它的卖价也非常非常低。那在 eBay 上，毕竟还是很多人找这种类似的牌子的，而且想找比较便宜的 deal， 所以在 eBay 上成交的可能性比较大，而且你拿到手的钱也会比较多。那第二种呢，就是大牌的经典款，还有就是限量款，我会在 eBay 上卖。因为在 eBay 上搜这种大牌经典限量款的人会比较多，那你曝光的几率多，成交的可能性也会比较大。那这些大牌的经典款或者限量款，如果你放到寄卖店铺里边的话，肯定也是能卖出去的。但是呢，因为寄卖店铺的抽成比较高，所以你到手的钱肯定不如在 eBay 上卖的那么多。比如说香奈儿的经典翻盖包和 Boy 包，在 eBay 上就比较好卖。下面来具体谈谈实体店和在线市场卖东西的流程吧。那实体寄卖店呢非常简单，就是你把你自己东西拿到店铺里边，让店员给你评估，他给你一个估价之后，你觉得你能接受，就把东西放在那儿寄卖。那一旦卖掉呢，就会按照你们当初签的协议按比例抽成。一般来说，寄卖店的抽成的比较高，在50%左右。当然了，你要做好心理准备。一般如果不是香奈儿、爱马仕和 LV 的经典款的话，其他品牌、其他款式的东西卖价都不会很高，再加上它在抽成50%的话，你到手就非常小。但是寄卖店呢，它有一个好处，就是你不用担心售前、售中和售后的问题，基本上你把东西给他，然后坐在家里就等着收钱吧，所以说是比较方便、比较省心的一个选择。
那我知道大家肯定会很痛心，比如说一个原价2000块钱的包包在寄卖店里卖出去之后，到手只有几百美金了。那如果这些东西放在你衣柜里一直不用，它就在那儿等着落灰，也变不成钱，没什么用处。但是如果你能把它一件一件的卖掉呢，积少成多，最后收回来的钱其实还是蛮可观的。而且这些东西如果不是大牌的经典款的话，那它的价值会越来越低，越来越低。那你今后再卖掉的可能性就非常小，而且到手的钱更少了。所以如果你的闲置的东西不是什么经典保值款的话，那就尽早出售。那下面来说说在线市场上怎么卖东西吧。我一般用的比较多的是eBay，所以我主要来谈谈eBay。那在eBay上卖东西呢，基本上有2种模式，一种呢是 buy it now， 就是马上购买，第二种呢就是 auction 拍卖。那我一般用的比较多的呢是 buy it now 再加 best offer 2个组合。那 best offer 呢，就是你给予买家一个讨价还价的可能性，因为其实在eBay上买东西的买家呢，大多数都有捡便宜货的心理，然后从购买的角度来讲，他觉得能够便宜10美金、20美金、5美金，对他心里来讲也是非常高兴的。所以我一般在 buy now 的价格呢，会设置的比心理最低价位稍微高一点点，然后这样呢，在买家给你讨价还价的时候，你也有一定的空间。那我发现呢，只要我设置了 best offer 的 listing 呢，成交的可能性也比较大。在eBay上卖东西呢，你一定要确保你的描述是完整的，然后照片是清晰的、多角度的。那你尽可能把你的东西的使用情况描述清楚，比如说在哪里有划痕，哪里有磨损，然后把这些划痕磨损的地方拍照片拍清楚，这样以防以后的售后纠纷。第3个需要注意的点呢，就是要仔细查看你的买家。因为eBay上鱼龙混杂，你真的要注意防范不好的买家。比如说有的买家一个购买记录都没有，那就非常要谨慎。还有就是他的好评率比较小，然后很多卖家都说他这个付款不及时啊，经常退货呀，各种问题啊，所以这种买家你也要谨慎。那我还有一个评价买家的标准，就是看跟买家的沟通过程当中的顺畅。比如说一个买家对我要卖的东西有很多的疑问和顾虑，那这种买家你最好还是不要卖东西给他。那我前段时间真的是遇到了一个比较恶心的买家，我把我的 Monsieur Gavier 的 Lady Bag 卖给他。那在卖给他之前呢，他就有很多疑问，说这个包划痕明不明显啊，上面的水印明不明显啊，就这些东西。因为这些划痕水印明不明显，其实完完全全是自己主观的一个态度，而且我跟他讲我的照片已经拍得很清楚了，他都最后 OK 了，同意付款了。但是他收到之后，可能因为他自己非常的挑剔，觉得没有他想象中那么的完美，所以他就发起了退款。然后退款的理由呢，非常的奇怪，他说这个包有非常强烈的化学味道。我当时就懵了，因为我自己怀孕了，我基本上是不用任何的化学物品，包括香水，所以当时eBay其实拒绝了他的退款要求。那他又在 PayPal 上面发起了 return。那 PayPal 呢，其实是保护买家的，最后同意这个买家退货了。当我收到买家退回来的包之后，我真是恶心到了。那个买家往我的防尘袋上喷了很重的香水，以至于那个防尘袋完全废掉了。那我第2次销售那个包的时候，我的售价也大打折扣。当然呢，这个买家还不算那么极品的。那我听说有的人在eBay上经历过调包事件，比如说他把自己的真的 Chanel 的包包寄给买家，结果买家向eBay抱怨说他收到了一个假包，然后给他退回来一个假包。这个时候真的是财物两空，还要被eBay警告。那所以我建议大家在eBay上卖贵重的东西的时候，一定要拍照和拍视频，留下足够的证据，以便处理将来可能发生的纠纷。那我个人呢，对于这种比较贵重的东西呢，我比较倾向于在eBay上曝光，然后在线下交易。那我前不久卖掉的那个 Chanel 米色经典翻盖包呢，就是在eBay上挂 listing， 然后最后跟买家是在同城交易的，所以非常的幸运。那像在eBay
Tradersy 这种在线市场上，它的这个抽成呢，比在实体店的寄卖店铺抽成确实要少得多。eBay 呢，根据物品的种类抽成是不一样的，比如说以服装和手袋为例，大概是10%，那在 Tradersy 或者是 Poshmark 上可能更高，大概有20%。那你在寄卖东西的时候，一定要搞清楚每一个网站、每一个寄卖店铺它的抽成比例。那至于大家关心的卖的物品定价问题呢，那寄卖店里呢就没得说，基本上由店员估价决定。那在 eBay 上或者其他在线市场的售价呢，你可以先搜索自己物品的在这些市场上的平均卖价，然后根据你物品的新旧程度和稀缺程度来决定在这个平均市场价上上下浮动。那以上就是给大家分享的如何卖自己的闲置我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的话，不要忘记给我点赞和订阅我的频道哦。那我们下次见，拜拜。Hello， 大家好，我是 Sophie， 欢迎回来。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2017年我的 designer 包包的合集。